我妈说娶我要38万，我觉得我妈非要这么多，我也没办法。当年我娶老婆1分钱都没花，为什么？因为我想嫁给他。彩礼的金额是怎么定出来的？富人的彩礼金额计算方法和穷人彩礼金额的计算方法那是截然不同的。现在社会上反响强烈的高彩礼，基本都是穷人彩礼计算办法得出的金额。江西破亿彩礼谣言闹得互联网沸沸扬扬，江西某地区领导出来辟谣说此事为假，因为江西上百万的彩礼都是极其个别。这句话虽然是在辟谣，但也事实上承认了江西有上百万的彩礼。而下方的评论区里，大量江西本地人出来科普，说江西本地的彩礼一般是26.6万、28.8万，大多数都是这个水平。那换句话说，从评论区我们可以确切得知，目前江西本地的彩礼大部分都在30万左右。大家好，我是微笑，本期视频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中式婚姻最大的阻碍——彩礼问题。婚恋市场是怎么定下来这30万彩礼的？为啥以前中国几乎不要彩礼，现在却涨到了30万？首先，你得看看农村的婚恋方式。现在大伙儿都外出打工，就过年回家一趟，然后相亲配对。过年回家前，男女互相不认识，然后男男女女要在短短的最多1个月时间里，完成从相识到相恋的过程。春节期间必须把亲事给定下来，这样春节后男女就可以一起出去打工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要是春节期间没定下来，那就要再等1年。年轻男女等不起，这是现实条件所限定的，这也是农村彩礼能够快速飙升的根本原因。农村女性敢于索要高额彩礼，而且要求的数额1年比1年更高，她们最大的底气就是她们在谈判桌上敢于掀翻桌子。你看看农村春节期间是什么景象？几十个年轻小伙子围着几个年轻姑娘转，一个姑娘要在春节期间和几十个男青年相亲，那彩礼自然就成了硬性条件，低于这个彩礼不用谈，先同意这个彩礼，我们才有进一步接触的可能性，几乎就是明码标价，不同意那就下一个，麻烦尽快出去，我这很忙。农村女性不仅敢掀桌子，而且还掀得特别干脆利落。农村的这种相亲模式，短短1个月之内就能把婚事给定下来，超时要再等1年，那女方自然不想浪费时间，彩礼条件上来就直接甩出来，同意这个条件才会有恋爱到订婚这个步骤。而这个彩礼条件会把几十个围着转的男性筛得只剩3、5个，然后女方再从这3、5个男性里面选择相对来说其他条件自己最满意的，把婚事给定了。在这个过程中，女方有充足的掀桌子底气，可以随意掀掉10个到20个男青年的谈判桌而不会后悔，所以自然敢叫价。如果彩礼价格较低了，最后20几个男青年通过了基础门槛，自己反而会陷入选择困难症。大量的男女青年不断进行谈判博弈，有人喊着低价，每一个成功结婚案例的金额都会被周围人分享出去，最后大家都会知道那个最均衡的市场价格。像下面这种宣传政策初衷确实是好的，但基本没什么用，也无法真正落地。就农村这种婚恋模式，除非大幅增加女青年的数量，或者大幅减少男青年的数量，否则不可能把彩礼金额压下去。农村因为性别比例太离谱了，加剧了娶妻难，而到了城市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城市里基本没有女性敢要几十万的彩礼，大多数都是意思意思。那是城市女性的要求低吗？当然不是，城市女性的整体质量远优于农村女性。农村女性能要到的彩礼，城市女性当然也能要到。农村男性愿意出30万的彩礼，城市女性还不愿意要这个彩礼呢，连正眼都懒得看那些愿意出30万彩礼把他们娶回家的农村男性。这就说明一个事实，城市女性真实所要的彩礼远远高于30万，等级越高的城市女性所要的真实彩礼金额越大，只不过并不以直接彩礼的形式反映出来而已。刚才说过，你能谈出什么样的条件，最大的筹码在于你敢不敢掀桌子。在北京的相亲公园里，求婚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平均8个女性对应2个男性，只要男性资料流入相亲角，几天就没了，而女性的资料挂在相亲角里很久都没人问津。和农村的情况恰好相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北京的相亲角对男性设置了门槛，经房经户是基本条件，没有达到这个条件的男性不算人，只有达到这个条件的男性才允许进入，而女性并没有这个硬条件要求。北京有很多年轻男性，但能满足经房经户的可真不多，这并不是什么人人都有的基础条件，
而在相亲角里却把这个定为男性的进入门槛，其他男性压根儿没有女性愿意搭理你。你用京房加京户这么一筛，至少80%男性原地蒸发了，那自然就会出现女性数量远远多于男性的情况。这都没考虑什么女方要求结婚再房产加名凭空分走半套房子的要求，只是要求男性有户口有房就已经找不到男性数量已经足够了。所以在这样的婚姻市场环境下，女性就少了讨价还价的底气，自然也就不敢要求高额彩礼了。农村女性之所以敢提条件，是因为接下来几天媒婆还安排了10几个男性等着见面。你爱谈不谈，要是不同意彩礼，就别浪费彼此时间了。本姑娘根本不愁找不到男人。城市女性不敢在婚姻谈判中掀桌子，是因为自己可能花了3、4年才找到一个有户口有房还愿意和自己结婚的男人。一旦谈崩了，自己可能需要再花3、4年才找到一个同等条件的男人，换人成本极大，风险极高，搞不好就碰上那种只愿意谈恋爱不同意结婚的男性，所以不敢掀桌子。这是城市彩礼低的最核心原因。但婚姻很复杂，还有其他各种因素进行交织，这就是我开头说农村彩礼很纯粹，城市婚姻比农村要复杂得多的原因。除考虑男女双方敢不敢掀谈判桌之外，还需要考虑男女自身和家庭的条件，这也是决定彩礼的最重要因素。举个例子，香港豪门李家，大把女明星想嫁入李家，那么嫁入李家可以要多少彩礼呢？答案是1分钱彩礼没有，因为李家根本就不愿意娶，不要彩礼都不娶，有女明星已经给李家公子生了3个儿子，还是没能嫁进李家的大门。别说领结婚证了，就连办场结婚酒席李家都不同意。李家倒是愿意接纳这3个孩子，也愿意就生孩子这件事给女明星一笔补偿，但就是不同意把女明星娶进门，理由是2家门不当户不对。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普通姑娘要是嫁进李家，能拿到多少彩礼呢？李家可是有着1000亿身家，拿个100亿当彩礼，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普通女性能要得到吗？别说要李家100亿的彩礼了，就算1分钱彩礼都不要，甚至倒贴钱，李家也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因为2家的等级差距实在太大了。印度那边所谓的高嫁妆也是同样的道理，经常被中国互联网上的男性网友们拿出来津津乐道说个不停。实际上，绝大多数印度婚礼同样涉及高额彩礼，因为印度也存在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但印度确实也存在高嫁妆的现象。不过这种情况通常只发生在低种姓的富裕女性身上。当她们嫁入高种姓的贫穷男性家庭时，种姓制度是印度独有的社会结构，所以其他国家的人很难完全理解印度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那道深刻的社会鸿沟。这个时候，低种姓女性就需要用嫁妆来填补这中间的差距，以求嫁入自己梦寐以求的高种姓家庭。城市里的彩礼情况非常复杂，女性会从多个维度来考量男性，对男性的筛选其实远比农村要残酷得多。农村男性只要有30万就能娶到老婆，而城市男性如果只有30万，那是绝对找不到老婆的。身高、学历、房产、性格，一层层筛选下来，不知有多少男性被城市里的这些标准淘汰，被迫到农村去寻找媳妇。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城市女性还要求有感情。农村条件有限，1个月就直接订婚，走完了几乎所有流程，感情几乎没办法考虑。所有的感情都是婚后慢慢培养的，所以只能认钱。而城市有条件谈恋爱，很多女性会谈很多年的恋爱，慢慢找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人追寻感情。对女性个人幸福而言，这当然是好事，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人才是最值得嫁的。而这也是城市女性要不到高彩礼的重要原因。因为越是找到了感情匹配的那个人，掀桌子的成本越高，越不敢掀桌子。感情和高彩礼是互相冲突的因素，只能取其一。而对于城市男性而言，婚前恋爱行为和婚前性行为也极其有效地压制住了城市的彩礼。因为男性的基因本质就是广撒网，如果能获得婚前性行为，其实就压根儿没必要结婚。越容易获得婚前性行为的男性就越不想结婚。这方面以富二代为典型，很多男富二代极其惧怕婚姻，再优秀的女性他们都不想结婚，因为自己还没玩够呢。婚姻是对男富二代巨大的束缚，这一点他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别说对男富二代提高彩礼，只要提结婚，他们就直接吓跑了。恋爱可以，结婚不行。能让男富二代愿意结婚，那你就要好好想想，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他们，以至于他们愿意牺牲掉自己来换取这些东西。肯定不是美色，因为他们牺牲掉的东西就是大量的美色。
所以豪门婚姻一定是政治婚姻，男女双方的家长经过周密的考量和评估，最终达成了一项资产重组协议。其评估办法和农村彩礼计算方式截然不同，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在里面的，而且是量身定做，家家户户都不同，可参考性也很弱。但这对于豪门来说不是个事儿，豪门掌控的公司那么多，要是连这种资产评估和重组的能力都没有，那也就不要当豪门了。再复杂他们都能搞定，否则不配拥有那么多财富。就算极其罕见出现了感情，用感情来决定婚姻，那这动不动几亿几十亿的资产重组对豪门来说也伤筋动骨。你过个3年说没感情了想分手又怎么办？所以想要感情，你这孩子就去谈恋爱，随便你谈，但结婚家里不支持，要家里支持你结婚就只能是政治婚姻，因为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长久。豪门婚姻当然也会考虑感情，但排在感情之上的肯定是政治婚姻。首先要满足这个要求，才会考虑到感情，两者必须同时具备才会结婚，缺一不可。而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跟女性从属于男性以前压根不考虑感情的时代相比，只考虑政治联姻。从底层到顶层，一旦走到结婚这一步，男性都是要给予女性补偿的，因为结婚的核心目标就是生儿育女，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那结婚这事儿完全可以免了。自由恋爱其实就挺不错的，可一旦决定要生孩子，女性付出的代价肯定比男性大得多，所以确实需要男方给点补偿。但这个补偿的数目可不是固定的，里头的计算方法特别复杂，农村的情况反而还单纯一点，一切明码标价弄出来一个10几万到30万彩礼的价格，城市里就复杂多了，看似低彩礼，其实彩礼价格远高于30万这个数，要么就是加名分办套房，这个实际上是100万级彩礼，要么就是用超高的门槛筛选出远远高于自己条件的高质量男性，然后男女双方自身条件的巨大鸿沟就填平了这个彩礼，那自然就看起来好像是低彩礼。豪门婚姻特殊，1家1亿，但忽悠富二代简单，想坑富二代的爸妈那就很难了。所以豪门婚姻基本也是对等平衡的，只要是富一代把关的婚姻，基本不存在被坑的可能性。彩礼的价格不是顶层男性决定的，而是底层男性决定的。这个数值对底层男性来说异常庞大，但越向上则越无所谓。但越向上设置的隐形门槛越高。现在城市里剩女遍地，正常男性寥寥无几，那就说明不仅农村出现了彩礼泡沫，城市也出现了彩礼泡沫。这个隐形门槛设定的太高了，被筛除的男性太多了，否则一定是男多于女，不可能出现正常男性寥寥无几的这种情况。而女性的低门槛也让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拉不开差距，以至于条件差的农村女很多都感觉自己可以和城市女同台竞争，除非劣势极其明显才不甘心的退出。所以现在城市里的这种标准其实是非常混乱的，需要重新梳理。不过如果从混乱的外表里剖析本质，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一场婚姻该给多少彩礼，其实是由男女双方的条件所决定的。如果掀了桌子，分手后男方能找到更好的女性，那结婚就不应该给高彩礼，甚至可能倒贴彩礼都不会同意结婚。如果掀了桌子，分手后女方能找到更好的男性，那结婚就应该给比正常标准更高的彩礼以作补偿。同时，如果女方对家庭的忠心和从属心态越弱，越自由越不传统，那么给出的彩礼就应该越低，因为娶这样的女人进入婚姻没啥用，不值得那么高彩礼。而如果男方对家庭的忠心和从属心态越弱，越自由越不传统，那给出的彩礼就应该越高，因为嫁给这样的男人进入婚姻没啥用，需要更高的彩礼来补偿自身未来幸福的损失，这才是彩礼市场运行的根本标准。从以上标准可以看出，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婚姻市场里，充分的寻找异性后，找到一个彼此都不敢掀桌子，一旦掀桌子就没法找到更好异性的对象，此时的结婚条件应该是零彩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步入婚姻才是对男男女女而言最幸福最合适的婚姻，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能找到的对象是自身能找到的最佳异性。当然有些家庭很穷，对钱的需求远大于对未来幸福的考量，那也是他们的自由，越到农村越是如此。不过如果选择了这样做，那就不要奢求后半生的幸福，甘蔗没有两头甜，不能啥都想要。我个人的建议，如有可能，还是尽可能找一个更高层次、更体贴顾家的传统男性，这比那10几20万的彩礼重要多了。说到底，这高的离谱的彩礼已经成了咱们中国结婚率的拦路虎。
以前大家都说成家立业，现在是没钱，压根儿别想进门。农村的男性为了凑齐那30万，可能要掏空父母一辈子的积蓄。这种沉重的代价让很多小伙子干脆选择不玩了，直接躺平。当结婚变成了一场普通人玩不起的奢侈游戏，结婚率自然就一年比一年难看。这不仅是两家人的小账本，更是关乎国家未来的人头大账。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彩礼门槛结不了婚，结了婚的也因为背着债不敢生孩子，这直接导致了咱们的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如果彩礼问题得不到解决，咱们的人头基数就会不断萎缩，长久下去，社会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会越来越严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风俗习惯问题，而是影响到咱们国家根基的大事。想要把结婚率提上去，光靠发传单和喊口号肯定不行，得实实在在的把彩礼这个泡沫给挤掉。当婚姻回归到感情和责任的本质，而不是变成压榨男方家庭的工具时，大家才敢结婚，愿意结婚。只有让年轻人结得起婚，养得起娃，咱们的人头基数才能稳得住，这个社会也才有后劲。别让这几十万彩礼挡住了中国家庭开枝散叶的路，也别让它成了压垮年轻人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给他们30万彩礼，150万的房，你老子活不？我的钱从哪里来啊？你把我亏死吗？啥话不说，过来先给我打一巴掌！我他妈真的死了我！操！好啦，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